你总是微笑着说没关系，说不痛，说没事，说你撑得住。你甚至说服自己，这只是小事，不值得难过。他们不是故意的，我不能太敏感。我应该要更成熟一点。但你知道吗？情绪从来不会因为你不说，就真的消失。那些你说没关系的地方，正在你的内在，一点一滴的悄悄碎裂。你把委屈压成沉默，把不甘心转为自我责怪，把想要哭的冲动转成硬撑下去的微笑。表面上看起来云淡风轻，只有你知道，夜里的你有多安静，有多重。你太习惯原谅，太习惯退让，太习惯让自己当那个不添麻烦的人。因为你怕一说出心里话，就会让人失望，怕一表达情绪，就会显得任性，怕一提出需求，就会被视为太脆弱。所以你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自己吞下去，久而久之，你连自己都开始相信，也许我真的没那么重要。也许这些感觉真的只是我想太多。可是你没有想太多，你只是太少被好好理解。那些你说没关系的事，其实有关；那些你说不痛的地方，其实还在流血；那些你说自己可以的时候，其实也渴望被照顾。你不是不痛，你只是还没学会承认疼痛也是一种需要被尊重的声音。你不是太敏感，你只是太久没有遇见能够温柔接住你情绪的人。亲爱的，真正的坚强不是压下所有感觉，而是愿意诚实地面对内心，愿意承认这件事我其实很在意。这句话其实伤到我了。我说没关系，是因为我怕真的说出来会被抛下。请你慢慢地学会不再对自己说谎，因为每一个你否定自己感受的瞬间，都是一次对灵魂的遗弃。你需要的不是更坚强，而是更温柔地靠近自己的心。允许自己有情绪，允许自己不那么懂事，允许自己也可以有承受不了的时候。你不需要永远扮演那个不被打扰的人，你也配的，在你脆弱的时候，有人陪你，抱你，告诉你，我知道你一直在撑，现在可以休息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请你对那些没关系的地方多一点关心。它们不是无声的角落，它们是你内在最真诚的呼喊。你可以不再说没关系，你可以承认你在意，你需要，你还在痛。因为唯有如此，你内在那些悄悄碎裂的地方，才有机会重新拼凑，重新长出新的自己。而这个愿意诚实面对真相的你，才是真正开始痊愈的你。你是不是也曾经在某个毫无预警的时刻忽然失控了？可能是在一场看似平静的对话里，一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你内心最敏感的地方，你说不出为什么，就是想哭，想逃，想发脾气。或是在人来人往的街头，你突然觉得胸口堵住，喘不过气，情绪像决堤的洪水，整个人被无力感淹没。你看着自己，问，我怎么又这样了？你对自己失望，责怪自己情绪不稳，太敏感，太脆弱。你试图压下来，说服自己冷静，告诉自己不要这么夸张。但亲爱的，你不知道的是，每一次的失控，其实都是灵魂在对你喊话。它在告诉你，有些东西你压得太久了，有些情绪你装作没事太久了，有些过去你以为放下了，其实从未真正被你看见。那些突如其来的痛，不是无理取闹，那是灵魂在说，你已经不可以再假装没事了。当你不愿意面对伤口，它就会在你最无法防备的时候，用失控的方式出现。不是为了惩罚你，而是为了让你终于停下来，
好好看见你自己。你一直忙着向前，忙着成为更好的人，忙着顾全大局，稳定情绪，扮演没事的人。但你忘了，你不是机器，不是任务执行者，你是有灵魂的存在，有柔软，有记忆，有情绪。失控是灵魂的语言。当你失控，不代表你失败，反而是你开始诚实了。那一刻的眼泪、颤抖、崩溃，其实是你累积已久的压抑在松动，是一种情绪的自我拯救，是你心里那个被遗忘的小孩，终于大声地说：我还在这里。请你别急着把自己拉回正常，请你先陪那个正在失控的自己慢慢呼吸，不用分析，不用评价，不用压抑，只是静静地坐下来，抱住自己，告诉自己：我看见你了，我在这里。当你开始允许失控，你也开始让爱进来。因为真正的爱，不是只给你光鲜亮丽的部分，是连那些混乱、崩溃、狼狈的样子也愿意拥抱。而这份爱，第一个该给你的人，就是你自己。失控不是错，它是灵魂在请你回头。不是回头怀旧、后悔、责怪，而是回头看见你忽略了谁，你压抑了什么，你最深的渴望是什么。当你愿意回头看，你才真正有机会往前走，走得更自由，更不需要伪装，更能够全然的做你自己。所以下一次当你又感觉快要撑不住，请不要急着修理自己，请你问问看心里的声音，我忽略了你什么？那会是一场灵魂的邀请，让你从习惯性的压抑中醒来，让你在失控之中终于学会爱自己。因为所有的失控从来都不是你变得更糟了，而是你终于开始愿意变得更真了。你有多少次想开口说一件事，却在最后一秒把话吞进去？你说算了，讲了也没用，你说他不会懂的，你说我不想让气氛变得难堪，所以你把那句话留在心里，像一个过期的信封，从没送达，也从没被拆开。你假装没那么在意，假装自己很懂事，很理性，很可以放下。但你知道，那些说不出口的感觉没有真的消失，它们只是静静地留在你心里，像一道道小小的伤口，慢慢发炎，慢慢结痂，在你不注意的时候，突然一碰就痛。你以为自己早就放下，但一场类似的对话，一个熟悉的语气，一种相似的沉默，就让你整个人又回到当初那个瞬间。你的心在说，你还没好啊。我们都以为情绪是可以选择性的处理，开心的就说出来，难过的就自己消化，但情绪不是垃圾，不处理不会自动分解。你没说的话不会自己变淡，它会变成你的紧绷，你的疲惫，你的不安，甚至变成你在人际关系里那种说不出的疏离。你开始慢慢变得没感觉，不是因为你真的变坚强了，而是因为你把心关得太紧，连自己都进不去。亲爱的，每一次说不出口的感觉，都在提醒你一件事，我也值得被听见。你不需要每一次都懂得体谅别人，你也不需要一直是那个维持和平、照顾情绪、懂得退让的大人。你也可以只是你，一个有感觉、有伤口、有话想说的人。说出来，不是为了责怪谁，是为了不再压抑自己。当你愿意说出那些你从前不敢说的感受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心开始变得柔软，不是更脆弱，而是更自由。情绪被承认，就不再需要暴走；感觉被表达，就不再需要藏在潜意识里操控你的选择。你会慢慢不再那么容易焦虑，
不再莫名生气，不再用距离保护自己不被看见，因为你知道，你现在可以为自己发声了。你不是太情绪化，你只是太久没被听见。你不是太脆弱，你只是太久没有好好拥抱那个有感觉的自己。请你开始练习说出那些曾经被你否定的感觉。说我不舒服，说我不开心，说我在意。不用说的完美，不用一次就说对，你只要诚实，你的灵魂就会回应你。谢谢你，终于愿意听见我了。那些你曾经说不出口的感觉，一旦被说出来，被理解，被接住，他们才有机会真正痊愈，才不会继续在你心里结痂沉痛，甚至变成你无法亲近幸福的原因。请记得，每一次你选择开口，哪怕只是轻轻说一句“我也有感觉”，你就在让自己更靠近爱，靠近自由，靠近真实的自己。你是否也习惯了沉默？在争执中退让，在委屈里安静，在对话的空隙里，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咽回去，只留一句淡淡的“没事，我真的没事”。但你的眼神出卖了你。你不是没事，你只是累了。累到不想再解释，不想再说明，不想再面对那种说了也不被懂的无力感。你曾试过啊，试着表达，试着温柔，试着理性的让对方明白你的心。但有时候，换来的不是理解，而是反驳，不是靠近，而是更深的疏离。于是你学会了退后，学会不说，不争，不期待，学会把情绪变成文字，或变成沉默的呼吸，藏在日常里谁也看不见的角落。你看起来平静，但那份沉默里，其实藏着一整本你不敢翻开的故事书。每一页写满了渴望被懂、被靠近、被听见的你。你不是不想说，你只是太怕再一次说出来的心被踩碎。你不是不需要被懂，你只是太习惯一个人消化，一个人疗伤，一个人熬过所有情绪。那些沉默不是冷淡，而是心太热、太真、太疼，所以干脆不说。因为你知道，说了如果不被回应，比不说还痛。但亲爱的，你要知道，那些你没说出口的话，其实从未真正消失。他们在你与人保持距离的方式里，在你小心翼翼的眼神里，在你过度理性的语调里，都在悄悄地说，我真的只是想被理解。你是多么希望，哪怕只有一次，有人能在你还没开口之前，就听见你心里的声音。有人能抱着你说，我懂你，你不用再假装坚强。有人愿意坐在你身边，不急着修理你，只是静静陪你。而这一切，从你开始不再用沉默来保护自己，才有可能慢慢发生。你可以练习，从一句话开始说出真实。说，我今天有点难过。说，这句话让我感到委屈。说，我不是不在乎，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你不用一次就打开全部，你只要一点点的，让你的灵魂有被听见的可能。因为沉默是保护，但也是墙，挡住了伤害，也挡住了爱。当你愿意穿越沉默，让那些藏在心底的故事有机会被讲述、被理解、被接住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你并不孤单，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人愿意靠近那个真实的你。请你相信，你有说话的权利，你有情绪的资格，你有不完美的空间，也有被懂的可能。你不是太敏感，你只是太长时间把感觉藏在沉默里。而现在，是时候放下沉默的盔甲，让那段渴望被理解的故事，终于能被好好说出来了。你是不是也曾经怀疑过自己？为什么总是容易受伤？为什么一句话，一个眼神，就能让你难过整整一晚？
为什么你总是感觉比别人更不安，更容易失落，更渴望被肯定？你曾试着改变自己，努力变得更理性，更坚强，更没感觉。你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，告诉自己别这么在意，告诉自己成熟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大人一点。可你知道吗？你不是太敏感，你只是太久没被温柔对待。你那么容易感觉到冷淡，是因为你太渴望温度。你那么容易感觉到忽略，是因为你太习惯在关系里收起自己的需要。你把情绪藏得很好，藏在不被打扰的角落里。你把脆弱藏得更好，藏在我很好的假象里。久了，连你自己都忘了，原来你曾经那么需要一双愿意停下来的眼睛，一句不是建议而是理解的话语，一种无需解释的靠近。你其实一直在等一种温柔，不是来自世界的忍耐，而是来自灵魂的拥抱。不是我让你发泄完就好了的敷衍，而是我听懂你了，而且我还在这里的安定。敏感不是错，敏感是你的天赋，是你与这个世界连结的桥梁，是你在细微中感知温度，在沉默里读懂语气，在混乱里依然看得见情绪的真相。但这样的你需要被珍惜，被看见，被懂得，而不是被要求。你不要想太多好吗？你太情绪化了。你是不是又玻璃心了？你不是玻璃心，你是有心，而且心太柔软，太真。当你太久没有被好好接住，你自然会开始质疑自己是否有问题。但请你现在停下来，深深地告诉自己，我没有问题，我只是太需要温柔了。从现在开始，请你先给自己这份温柔。当你难过时，不要逼自己振作，请你静静地陪伴自己说，我知道你在痛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当你觉得孤单时，不要说服自己，我应该习惯，请你真诚地对自己说，你值得被陪伴，不是你太需要人，是你该被人需要。当你感觉又被忽略，又被不公平对待，请你不要压下情绪，而是轻声说，这份不被看见的感觉，我懂，我陪你。因为当你自己都能温柔地对待自己，你会开始吸引到那些真正看见你灵魂深处光亮的人。他们不会嫌你敏感，反而会珍惜你这份细腻，敬佩你这份真实。你不是太敏感，你只是太久没被好好爱过。而现在，你正在为自己打开爱的入口。那份温柔，不必等谁给你，它可以从你对自己开始流动起来。请你永远记得，你有资格脆弱，有权利敏感，而那些你曾经被责怪的特质，其实都是你最珍贵的光。你是不是也曾经问过自己，为什么我总是卡在这里？为什么一样的痛会不断重演？为什么我明明努力了，还是无法真正快乐起来？你以为那些情绪是问题，以为那道伤口是阻碍你前进的绊脚石，以为那段痛苦的经历是你必须甩开的包袱。于是你拼命修复自己，想要变得更正面，更坚强，更正常。你读书、冥想、内观、学习，你练习放下，练习转念，甚至练习遗忘。但有些东西依然如影随形。你会在某些熟悉的情境里突然掉眼泪，你会在某些关系里莫名其妙的自我怀疑，你会在某些梦境里回到那些说不清的疼痛。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看错了那道伤口的本质。你的伤口不是问题，它是灵魂的入口，是你转化的起点。它不是来让你讨厌自己的，不是来证明你有多失败，不是来提醒你不够好。它是来告诉你，这里有一部分的你
还没被好好爱过。每一道伤口都是你曾经真心以对、深情投入后所留下的痕迹。你会痛，是因为你曾经那么想要被爱。你会怕，是因为你曾经那么相信却被放下。你会乱，是因为你曾经全心奔赴，却被误解、被遗忘。但请你相信，这些伤口不是你生命的缺陷，而是你灵魂最想打开的门。门后面藏着什么？藏着你一直没看见的天赋，藏着你以为失去的自我价值，藏着你被遗忘的直觉、勇气、爱的能力。痛苦从来不是为了惩罚你，它是为了唤醒你。唤醒你开始学会照顾自己的内在，唤醒你开始寻回那些你曾丢掉的自己，唤醒你看见真正的自由不是没有痛，而是能与痛共处，并从中长出新的你。当你愿意走进伤口，不再逃避，你会开始看见那道裂缝里流动的不只是悲伤，还有爱的种子、光的碎片、重生的力量。你的伤口不是问题，它是宇宙为你保留的神圣出口。那里有你真正的力量，真正的敏感，真正的慈悲，还有你真正的自己。未来的你，整合的你，自由的你，正从那道看起来混乱又破碎的门走来。所以请你不要再厌恶它，拒绝它，压下它。请你对那道伤说，谢谢你一直在这里，我准备好了，不再把你当成敌人，而是邀请你成为我走向完整的导航。因为从那里开始，你才会真正认识自己，也才能真正的活出属于你的光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